我今天想给你们讲一个情感暴论，就是我们女人是非常享受在强大的男人面前那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感觉的。就是我们女人其实是很容易在压迫感里感受到你作为男人的统治力，会本能的去臣服于你啊，包括你的框架、你的原则，从而主动的去成为你的追随者。那我上周呢跟朋友一起去爬山，我们本身是有一个俱乐部的，它是属于那种会费比较高的那种俱乐部啊。但是那天啊，我就发现来了不少小姑娘啊，个个都个里个的漂亮。然后我就打听我朋友说，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大美女啊？结果朋友就告诉我说，她们呀其实是夜场转过来的，因为他们以后呢可能会想要就是做这种陪爬之类的，想提前去积累一些资源啊。那我当时就非常的惊讶，然后后来我就细想了一下，确实现在很多老板他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去什么商 K 这种地方了，对不对啊？很多老板现在已经开始去设立一些其他的娱乐项目了，比如说什么登山徒步这种啊。我后来就意识到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兄弟们，你们看看是不是啊？就是优质的男人在哪里，那么美女就会在哪儿扎堆。也就是说美女永远是围着强者去转的。你喜欢滑雪，那他们就学滑雪啊；你喜欢户外运动，喜欢徒步，那他们就会去学会徒步，对吧？他们就会为了那群强者去学会骑行、爬山都行。只要你是强者，就算你只喜欢去公园遛弯，那公园里也会出现一大堆穿着瑜伽裤夜跑的这种小美女啊，她就会喜欢在强者面前晃来晃去嘛。所以说啊，兄弟们啊，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得到一份平等的感情，甚至是一个高位的感情，那你就必须要转变一个思维，就不管你找对象还是找老婆，还是想找一段你都不需要去围着美女转，懂吗？我接触过各个阶层的人，我发现那些刚赚到钱不久的兄弟啊，经常会犯一个错，就是会觉得顶美只认 money，然后呢他就会去围着女人转，然后去砸你啊，去各种对吧送的。但是焦哥今天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各位兄弟，在女人的潜意识里面，特别是优质女人或者是漂亮女人，只要你的行为变成讨好，那不管你有多优秀，她都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强者，因为你的行为举止都是在干嘛？取悦她，而不是在做自己。你是永远在为他开心，而不是让他来为了你陪你开心。比如说你跟他每次见面车接车送，对吧？他一个电话，你就算跑100多公里，你都要去接他。那 OK，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弟弟师傅。再比如说他一句哎呀这个天儿皮肤好干啊，兄弟你马上就给他整个一套什么海蓝之谜就搞过去了。OK， 免费的贵哥。所以懂吗兄弟们，其实在你眼里那些为他好的行为都是在传达出一种你是在为他服务的一个弱者信号。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兄弟对女人就是越好的一发不可收拾，完全是在为女人着想，反而最后落不下一个好结果我带的所有的兄弟都是适当性的给到女人一些奖励或好相当于是一种奖赏性质的。兄弟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不管你的社会层级有多高，你的实力有多雄厚，只要你主动丢掉了你的边界、你的威严，那你去谄媚于那些女人，你去讨好她你去给予她所谓的什么安全感，而你在她眼里就是弱者，你就是不 OK 的。你要知道我们人类也是高级动物你主动去讨好女人，就像是狮王主动磨平了獠牙和利爪，狼王放弃了斗争和权力。这种自我削弱的行为是屈居于人下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就算你再强大，女人也会在主观意识上去把你评判为弱者从而对你产生什么不尊重，甚至是不珍惜，甚至是蔑视。所以如果你不想再被女人去轻视，那你就不要去想着我要付出很多很多，然后还窝窝囊囊的。那你要把你的锐利、你的獠牙要展示出来，你的攻击性你都得给捡起来，你要去主导这段关系，你要去管理好女人，管理好你自己的所有的行为举止，去立好你的框架和规矩，知道吧？具体做法呢真的不难贵在内化和坚持。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一样，所以它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都是在我们这都私人定制。
就是首先你得硬起来。当然了，我说的是这个，就是内心要硬起来，不是说你态度很硬啊。这样的话，大部分女生在刚跟你一接触的时候，你就完犊子了，你就 GG 了啊。所以兄弟们啊，你们要记住，你不敢去对抗女人，那你要怎么去对抗这个全世界呢？啊，你对抗不了这个世界，那这个女人她就一定会来对抗你的。所以说别信什么互联网上什么女人需要安全感，女人你就是需要去迁就她包容她，这些话听起来没毛病，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去遵从她的表面意思，你要握住你自己的框架和内核。女人是永远不怕被冒犯的，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你越是冒犯她，她或许越是上头。就比如说她临时跟你说什么下午陪我去逛个街呗我想买个包，很明显要么就是让你去当拎东西的，要么就是让你去当买单侠的，对吧？你完全可以不用客气，直接反问他，你是缺陪逛街拎包的，还是缺刷卡的呀？如果是后者呢，那这就不只是朋友的职责了哟你就完全可以什么直白硬气一点。一般呢就会有2个结果。第一，面对没有坏心的这种女孩呢，就会显得特别的暧昧。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就是找异性一起逛街本身就是一件比较暧昧的事儿，对不对？并且你的直白和压迫就会让他感受到你的威严就是你不是一个能随意拿捏的男人，能懂吗？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会意识到你的变化，会觉得你强硬的这个态度让他的框架失控了。那这个时候他一般呢可能还会有点小生气或者是对你更冷一些然后他想要去拉回他的一个主导权。但是无论如何，你说出这句话之后，你就算最后跟他一起去逛街了，你不买单，你也是义正言辞的，对不对？我买了，咱俩关系就不一样了我陪你逛个街没问题。还有呢，就是那种就是油盐不进的那群女孩，她们可能会因为你这些话就不让你去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女孩子其实还需要点时间去进攻，还需要点时间去慢慢融进去，知道吧？而这个时候其实考验的也是第2个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心态就不管是断联也好，还是吵架也罢，甚至是删除拉黑你都不要怕兄弟。你要做好一件事儿那就是玩，你要玩的比他好，玩的比他花。因为只要你不怕失去一张牌的时候，你才能够彻底把这个牌给玩转记住焦哥之前说过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你害怕什么，什么就会控制你；你执着于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所以只有你忽视它的存在，在得到之前就做好失去的打算，那他跟你玩断联也就只是什么一个哭着要糖吃的一个小孩子但糖在你手里给不给是不是看你心情所以说兄弟们，当女人发现她曾经屡试不爽的方法对你已经没有用了，她唯一能够拿捏的这种筹码没了，她就会忍不住去想，之前我一冷淡就是别的男人对吧他们可能就是马上来凑上来跟我认错或者干嘛这一次这个人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他还玩得那么开心，难道我魅力不够吗？还是说他就是没那么喜欢我？还是说他的选择性更多他身边优质资源很多毕竟一边是变得更优秀更有价值的你，对吧？一边呢是一个原地踏步郁郁寡欢的他自己。那你说这个女人急不急？这个就叫做损失厌恶心理。人对于失去的东西反而是更在意的，更耿耿于怀的。那这个时候他反而会有一种什么想要把你抢回到他身边的冲动他会主动想要来挽回你。所以兄弟们要记住，女人的理智以及尊重永远是建立在她不敢造次的那条红线上的。一旦她失去了对你的敬畏，那她的情绪化和阴暗面就会被推向极端。但内核的提升，框架的加固不是说靠你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还是那句话，遇到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滴滴焦哥永远都是带强男识人性的，而不希望兄弟们去学什么感情或技巧，好吗？我是焦哥，下课。